欢迎回来。据俄罗斯媒体消息，周二，中俄在莫斯科举行了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俄安全会议办公室新闻处发布消息称，磋商在俄中一些部委参加下进行，讨论莫斯科与北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以及共同对抗各种挑战和威胁的现实问题上的合作。外交部发言人周二表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百炼成金，坚如磐石。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此次磋商重点讨论莫斯科与北京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以及共同对抗各种挑战和威胁的现实问题上的合作。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中国和中亚问题专家杰穆尔乌马罗夫说，此次磋商的目标是在中俄政治精英之间建立更牢固的信任。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中俄关系专家丹尼尔·博奇科夫表示，在没有军事同盟框架的情况下，莫斯科和北京已将合作扩大到几乎所有战略和政治合作领域。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报道，中俄此次磋商是在两国更加重视双边关系之际进行的，背景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已经下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全球动荡。报道还提到，本月1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俄核能项目启动仪式上重申，中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表示，面对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中俄相互坚定支持、密切有效协作，生动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刻内涵。此次中俄这种安全磋商是疫情之后两国在安全领域开展了一次非常重要的高层次的战略对话，也表明了两国对于后疫情时代的这种国际安全、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个高度的关注。那也是疫情之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何高水平持续发展的一个很关键的组成部分。中俄上一轮磋商于2019年12月在上海举行，双方讨论了俄中在安全领域合作的广泛问题，特别关注了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以及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多边形式上的协作。双方就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中东形势交换了意见。此外，双方一致同意反对他国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企图。对于此次中俄磋商，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就提到，在中俄面对与美国的紧张关系而力图加强双边关系之际，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前往俄罗斯参加战略磋商。周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接受媒体采访，谈及俄中结盟对抗美国可能性时称，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对目前的双边合作模式感到满意。双方的合作模式使彼此能够解决双边对话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捍卫双方在多边组织内的利益，协调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中国和俄罗斯共同致力于对全球和地区局势施加积极和稳定的影响。拉夫罗夫强调，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主要得益于双边关系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冷战期间国家在结盟框架下的协作水平。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拉夫罗夫外长的积极表态表示赞赏。赵立坚表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百炼成金，坚如磐石。中俄关系之所以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力量，就在于双方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始终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照顾对方合理关切，始终担当有为、主持公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方愿同俄方以及国际社会一道，继续支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各国深化互利合作，为世界和平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提供更多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俄美之间近期也有对话的计划。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而这次会谈就是筹备计划中的俄美峰会的重要一步。美俄元首会谈的地点目前尚未公布，不过据瑞士《每日导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普京和拜登的会晤地点可能会是瑞士。深圳卫视记者综合各方消息注意到，帕特鲁舍夫与沙利文此次会谈讨论的重点是俄美战略稳定议题。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一向记者表示，美俄总统峰会议程应会涉及两国有关核稳定问题的协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周日也称，战略稳定是俄美谈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应该并且将在各个层面上进行讨论。拜登上台以来的这种美俄关系并没有一个好转，
这也就使得未来这种美俄首脑峰会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成果，能够取得什么样的突破，应该说各方的期望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也看到美俄其实是在跟彼此进行这样一个降调。当然呢，我们也不排除美俄在一些问题上可以取得一些共识或者是突破。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俄总统会晤前，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发布了美俄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拥有战略进攻性武器总数的数据。该条约此前被延长5年。根据俄方发布的报告，俄军核武器数量有所增加，而美国核武器数量在减少。报告也提到，美军变动了某些武器的状态，致使俄方无法判断其部署状态。在俄方报告中引用了此前截至今年3月1号的数据。报告提到，俄罗斯拥有处于部署状态的核弹头1456枚，美国拥有1357枚。俄方拥有部署的洲际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数量是517件，美国有651件。俄军核载具总数为767件，而美军有800件。不过，俄方称美方没有说明56枚3x2型潜射弹道导弹、41架 B-52H 轰炸机以及4个被美军声称转为教学用景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型的部署状态。因此，美军核载具数量可能比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上限多出101件。2月3号，俄罗斯与美国宣布完成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有效期必要的国内程序，并互换照会。该条约有效期延长5年，至2026年2月5号。美俄在这种核力量方面这种平衡，实际上是从冷战以来就是两国这种战略稳定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此前呢，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这样一个中导条约，实际上是损害了这种美俄之间的这样一个战略稳定。那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延长的这个一些条约5年，实际上是对美俄的这样一个战略关系，或者是在核领域的这样一个军控的一个缓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姿态。那么也有助于去在一定程度上去缓和美俄之间这种战略力量的这样一个博弈。美国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些政治人物鼓噪对华搞全面战略竞争，甚至挑动中美脱钩和对抗，导致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近来，美方再次上演麦克风外交。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美国防长奥斯汀曾3次提出与中国军方高层对话，但未获回应，试图将中美关系复杂化的责任推向中方。近日，《金融时报》援引数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中国军方3次拒绝了美国防长奥斯汀与军方高层通话的申请。报道还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2支军队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中方对五角大楼的拒绝使得双边关系复杂化。对于这样的说法，《环球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中方一贯重视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高度重视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美国防长奥斯汀上任之际，中方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发出贺信，表达愿与美方接触交流、管控风险挑战、发展两军关系的积极意愿。中方也提议两国防长在方便的时候进行通话，释放了发展两军关系、加强战略沟通的信号。但美方无视中方的善意和诚意，没有顾及外交礼仪和国际惯例，对中方发出的贺信也一直没有回应，转而提出来和更高层级的军方领导人通话，这种做法既不专业也不友好。根据国防部网站显示，过去2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曾多次与时任美国防长埃斯珀通电话。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8月6号，魏凤和应约同埃斯珀通电话，双方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下阶段两军交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而自今年1月初拜登上台以来，包括防长奥斯汀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都没有与中国对等层级的军方官员进行面对面会晤或者通话。有分析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陷入低谷之际，美方主动通过国防部官员匿名的方式向媒体释放不准确信息，就是借麦克风外交向中方施压，制造出中美军事紧张关系责任归于中方的舆论效果，把责任推给中方。美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只能使得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化。事实上，在军方交往过程中，美方总想处于优势地位和中方打交道，并多次使出麦克风外交的招数。今年3月，中美即将在阿拉斯加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前夕，美国国务卿和防长通过访问日本、韩国对中方施压，并宣布在涉港问题上扩大对中国制裁。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18号回应称，美方试图搞麦克风外交、带节奏、拉帮结派、对华施压的做法是枉费心机，也毫无用处。两国在安全领域的这种分歧和危机管控尤为必要。美方呢，目前把这种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不畅，这个锅或者这个责任归咎到中国，所以他选择主动去爆料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要炒作说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不积极，而不考虑到美方在中美军事合作方面一些不妥的做法，或者是一些无理的要求。外界注意到，就在英美发出报道的前2天，美国海军接连制造了2起挑衅事件。5月18号，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威尔伯号穿越台湾海峡。5月20号，该舰又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对于美方严重的挑衅行动，中国国防部进行了强烈谴责。有观点认为，虽然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风险至关重要，但美国一边发起挑衅，一边又找中国对话，这些玩火行为令人难以相信美方的诚意。上周四，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声明称，全球疫情因变异新冠病毒不断出现而持续恶化，因此决定取消原定于6月4号至5号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香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自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包括中方代表在内的多国军事和安全部门代表通过对话会聚焦地区安全等热点议题，同时也会举行双边、多边等形式的会晤。本次对话会的取消也让中美军方高层在新加坡会晤的可能性消失，尤其是在台海、南海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外界对中美防长的互动格外关注，希望从中找到两国军事关系将如何发展的线索。包括美方的一些军事行动，应该说是恶化了这种中美军事合作交流这样一个氛围，使得双方之间军事合作交流目前看起来是不太顺畅。中美之间这种战略互信应该说是极为有限，而且目前这种战略互信在有所下降。那很显然，它会影响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美方不断挑衅，导致中美关系发展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对此，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等国际政要，以及美国国内有识之士，多次在公开场合喊话，警告拜登政府不要一味与中国搞对抗。如果中美关系恶化并导致冲突，那么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一切都面临危险。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会当地时间周一分别通过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也是世卫大会连续第5年拒绝涉台提案。台湾市部门和卫福部门负责人对此竟妄称这是世界的损失。另一方面，美国又开始在病毒起源问题上污名化中国，甚至连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都改口称支持对武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在进行中，台湾不仅连续第5年未获得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也连续第5年被拒绝。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大使表示，涉台提案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违反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所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违反世卫组织组织法和世卫大会议事规则，是非法无效的。世卫大会对涉台问题早有定论，个别国家执意提交涉台提案，损害了国际抗疫合作和广大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陈旭还表示，在本次大会开幕前夕，已有150多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80多个国家专门致函世卫组织，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事实一再证明，搞涉台提案不得人心，任何企图制造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图谋，注定不会得逞。外交部发言人周一晚间也发表谈话，表示世卫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容任何挑战。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做出了妥善安排。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中央政府已向台湾地区通报疫情260次，批准台湾地区卫生专家参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16次。
台湾地区设有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的信息交流是畅通的，机制是完善的。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二应询指出，世卫大会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搞台独没有出路，在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不得人心。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必然以失败告终。台湾当局呢，它虽然不是这个世卫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呢，只要他坚持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话呢，应当说呢，他完全的对这个参与的世卫组织的有关的活动了解有关的信息呢，是一点没有障碍的。所以呢，在马英九当局执政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台湾当局呢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呢，是列席了世卫组织的有关的大会。一段时间以来，面对岛内日趋严峻的疫情和广大台胞不断承受的防疫压力，岛内一些团体和人士不断呼吁采购大陆疫苗。国台办明确表示，愿意迅速做出安排，让广大台湾同胞尽快有大陆疫苗可用。如果有需要，大陆也愿意积极考虑向台湾派出疫情防控专家，与台湾医疗卫生人士分享抗疫经验，提供防疫咨询。面对大陆持续释放的善意，民进党当局却依然政治挂帅，罔顾岛内民生福祉。据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二数据，台湾新增28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81例为本地个案，另有校正回归本地个案261例，确诊个案中新增6例死亡病例。有医学专家担心，虽然岛内已经加大检测，但仍未普筛，因此怀疑社区中仍存在不少尚未检测出来的病例。台湾地区呢，它这个在陈时中的操弄下呢，实际上它只得到了很有限的疫苗，但是呢，很有限的阿斯利康疫苗呢，居然他们的医卫人员呢带头不愿意施打。所以这种情况呢，应当说是非常的反科学的。所以现在出现的这种严重的局面呢，虽然是有一点点意料之外，但是呢，现在我们也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呢，台湾所谓的抗疫防疫的标兵呢，实际呢，它是一种神话。这种神话呢，现在是彻底的破灭了。此外，目前台湾地区疫苗接种率仍不到1%，这也为疫情爆发埋下隐患。台大教授蔡普昌认为，疫苗接种速度缓慢，加上更具传染性的变异毒株，制造了一个让台湾经历一次疫情爆发的完美机会窗口。还有医生指出，台湾发生疫情的主要原因是过于自满与骄傲。指挥中心从来就不想利落地承认台湾有社区感染。事实上，1周前，陈时中还投书日本媒体，宣称台湾是全球因应传染病最成功的地区之一。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地区本身自己研发疫苗呢，大概本来有3家的企业在做，现在呢，就是台湾当局呢，只是把1家呢排除在外了，另外又集中在2家，这2家呢，据所谓阴谋人的说法呢，好像呢，它背后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上的牵连，而且是有比较大的黑线。自己研发的疫苗呢，现在只是刚刚连2期的临床试验都没有完成。现在如果他在3期都没有投入的情况下呢，就立即投入使用的话，实际上对台湾公众呢是很不公平的，而且呢蕴藏着很大的风险。眼看疫情日益加重，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做着拿芯片换疫苗的美梦。有台媒就发文指出，所谓芯片换疫苗完全是闹剧。台湾地区早在特朗普时期就已经失去谈判筹码。彭博社周一撰文指，因为缺乏疫苗，岛内目前存在因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封城的风险，这有可能扰乱作为台湾支柱产业的半导体业，从而进一步威胁本就紧缺的全球芯片供应。彭博社认为，蔡当局拒绝从中国大陆采购疫苗，还恐吓称，如果不能拿到疫苗，将出现更多芯片短缺，这是在提供更多诱因，鼓励全球大型经济体加强半导体投资，摆脱对台湾依赖。长期下来，可能侵蚀台湾地区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近来又老调重弹，企图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抹黑中国。周日，《华尔街报道》援引一份美国情报报告称，2019年11月，中国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员寻求医院治疗，这比中国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早了1个月。对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周一的记者会上回应称，美国目前没有足够的信息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做出结论，但他又说，
说，美国一直在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也表示，美国仍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初阶段存在所谓严重疑问，包括它的起源。而阴谋论的持续炒作也正在侵袭美国的科学界。在特朗普时期坚称新冠病毒完全符合病毒先在动物身上发生变异，然后再传播到人身上的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近段时间就不断受到别有用心的政客的带节奏。比如美国共和党右翼保守派资深政客、国会参议员兰德·保罗就在一场听证会上攻击福奇，称福奇曾经在领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时，给中美科学家开展的一项危险的冠状病毒研究批了科研经费，并因此指控他参与了中国的病毒项目，导致了新冠病毒的诞生。尽管福奇表态相关说法完全是胡扯，但在保罗的持续抹黑下，福奇也只能改口称：“我并不确信病毒来自大自然，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发生了什么。”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在坚守科学家应有的底线。英国病毒学者皮特·达萨克表示，他和来武汉进行溯源研究的学者已经发布了大量且充分的资料，证明了病毒最有可能来自自然界，来自实验室的可能性则几乎不存在。此外，杜兰大学医学院病毒学家罗伯特·盖瑞、斯科里普研究院免疫学和微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病毒学家安杰拉·拉斯姆森也都认为，事实就是更多的证据表明病毒来自大自然界，而非所谓的实验室泄露。美国科普作者伊森·西格尔一针见血地表示，人们之所以会觉得新冠病毒是某个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阴谋论更可信，是因为许多国家的防疫工作都没有做好，导致死了很多人。人们难以接受这种局面，才会去希望这种病毒只是由一群邪恶的人制造出来，以此来寻求安慰。尤其是那些搞砸了防疫工作的政客们。对这样的炒作呢，我个人觉得呢，他们的险恶用心呢，就是希望呢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攻击对象。那么在目前这样疫情呢非常严重的，全世界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疫情情况下呢，这些媒体和不良政客呢，不思全球团结起来共同抗疫，反而在这些问题上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制造天大的谎言呢，实际上呢，它对国际社会的抗议呢产生了极其不利的负面效果。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抱怨中方拒绝其对话请求，那么您怎么看呢？主持人好，奥斯汀的对话请求呢，不仅没有章法，而且毫无诚意，中方呢怎么能接受呢？说没有章法呢，是他不顾外交礼仪和国际惯例，不与对等的这个中国国防部长来对话，而是要求呢越级与中央军委副主席来对话，还想高人一等。说没有诚意呢，是因为他呀首先忽略了中方的诚意和善心。不是你呢想谈就能谈了。现在，那么早在奥斯汀上任的时候呢，中方就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发出贺信，表达愿意与美国接触交流、管控风险挑战、发展两军关系这样一种积极的愿望。那么中方呢也提议两国国防部长在方便的时候进行通话，释放了两军积极沟通的信息。但是美方呢没有顾及起码的外交礼仪，对中方发出的贺信一直没有回应。现在呢，他想对话，中方呢，难道会有求必应吗？当然是不可能的。美国国防部长的姿态呢，与这个美国政府官员呢，他是一样的，总是居高临下。而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呢，早就批评过，美国呢是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与中国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我认为呢，这次中方没有对奥斯汀的对话请求予以回应，就是呢要让美国的官员呢长点记性。只有呢把姿态摆端正了，只有按照外交礼仪和国际惯例行事，那么中美呢才有对话的可能。那么还有一点呢是美方炒作这个中国军方3次拒绝美国方长对话申请，有嫁祸于人的嫌疑，好像呢在制造这个中美军事紧张关系责任在中方这样一种假象。最近几个月呢，美方呀是故意的超越中方设置的红线底线，在中国的南海、台海和东海等地不断的做出挑衅性的举动，增加了区域紧张。那么现在你美国呢真心要谈，愿意缓和紧张，那么呢就先做出个样子来，不可能呢是一边派军舰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一边呢要假模假样的要求和平和谈。中国人呢对“倒打一耙”这个词是很熟悉的。美国又在炒作新冠病毒出自实验室之说，那么他们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这和炒作美国方长3次请求对话被拒绝同出一辙，就是呢嫁祸于人，把没有根据的谣言当作事实来假定，把假说当真实来传播，把猜测当成科学对待，从而呢来丑化中国，打压中国形象。有些美国科学家呢，过去还比较理性，但是现在呢，要坐到美国政府污蔑中国的战车上了。比如说呢，特朗普政府里的受气包福奇，过去呢坚持科学的精神，认为啊这个新冠病毒出自实验室是典型的阴谋论，但现在呢，他不受气了，居然呢支持其对武汉实验室进行继续的调查。王果左右而言他的说呀，我不确信这个病毒来自于大自然，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抹黑中国呢？因为啊，美国在自己发动的疫苗外交战中呢，处于劣势。中国的疫情防控和疫苗出口都受到了世界的欢迎。中国呢是把自己生产的疫苗的42%都出口到了国外，帮助世界呢控制疫情。而美国呢就非常的自私了，只把自己生产的疫苗的1%出口。其他呢都留给了本国。现在呢，地球人都知道，中俄2国呢正在全力以赴的生产和出口疫苗，填补这个全球疫苗的空缺。而美国呢是只打雷不下雨，说的天花乱坠，就是拿不出真金白银。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美国又要传播这个病毒这个出自实验室这样的谣言了，还制造出3位武汉研究人员呢到过医院看过病的这样一个假新闻，这是可笑之极啊。那么真实情况呢，早在今年的3月底，那么中方呢就已经澄清过，这所谓的3人染病住院呢，其实是武汉病毒所在帮助武汉一家医院进行回溯性的筛查时发现的这个医院病人的这种情况，而不是武汉病毒所的员工。美国呢仍然弄虚作假，不过呢是想掩饰自己在疫苗出口上的受人唾弃。全世界都知道，美国在疫苗出口和疫苗知识产权方面都是最自私、最自利的国家。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前，美韩就终止美韩导弹指南达成了一项新协议。根据新协议，韩国方面在发展导弹时将不再受到射程和弹头重量的限制。有评论称，韩国未来可以发展射程覆盖北京和东京的导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表示，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同时美韩关系的发展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不应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利益。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拜登上周五在华盛顿白宫举行会谈，会上美韩就终止美韩导弹指南达成了一项新协议。在美韩导弹指南解除后，韩国导弹在最大射程和弹头重量上将不受限制。会谈结束后，文在寅在两国首脑记者会上表示，很高兴能与美国达成终止美韩导弹指南的共识。美韩导弹指南签订于1979年，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决定在美方的控制下引进导弹技术，发展韩国本国的导弹。历史上，美韩导弹指南进行了4次修改，规定韩国发展的导弹射程最高为800公里，但导弹战斗部重量不受限制。有分析指，800公里正好是从韩国大邱市发射，可以覆盖朝鲜全境的射程数据。朝鲜国土的东北方向有相当大的一片，与中国沿边接壤。著名的罗津港就在这个方向。在日本侵占朝鲜期间，就把青津、罗津一带开辟为重要工业区，特别是建设了规模不小的军事工业体系。今天，这里依然是朝鲜重要的军工聚集地。韩国把这个区域作为弹道导弹重点打击对象，也是正常的军事逻辑。而东北亚是个不算太宽敞的地方，如果800公里导弹从大邱市起飞，不但可以覆盖朝鲜，还可以覆盖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很大一部分。如果导弹的射程进一步扩大，其覆盖的范围也将更加广泛。美国它实际上把韩国作为在东北亚制衡它假想敌的一个战略对手，所以韩国发展这样的一个中远程的导弹，或者说中近程的导弹，对周边国家、对东北亚的局势来说是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的。同时呢，最主要的是，即使这样一个指南松绑，韩国还必须考虑它的周边国家，包括中国、朝鲜的带头。所以在韩美这个峰会达成这个协议的时候呢，他就赶紧向中国通报了相关的情况。
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就此提问，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共同努力，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推进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我们认为，美韩关系的发展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而不是相反。更不应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的利益。中国和韩国是搬不走的近邻，中方一贯主张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实现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将一如既往地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长期以来，韩国积极谋求突破导弹技术限制，发展导弹能力。1982年，玄武1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射程为180公里，有效载荷450公斤，技术水平还不如上个世纪60年代广泛装备的飞毛腿 B 弹道导弹。然而，即便如此，美国仍然对韩国进行严格管控，无论是在关键指标还是在装备数量上，都需要美国的监督。虽然处处受到限制，但韩国研制弹道导弹还是迈开了第一步。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北方邻居朝鲜的弹道导弹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已经具备研发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基于战略平衡思想，美国和韩国在1997年修订了美韩导弹指南，协议赋予了韩国研发射程为300公里、载荷500公斤的弹道导弹的权利。这一下就把链子松了不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开启了玄武2弹道导弹的研发。从21世纪初到2017年，韩国先后研制了3个型号的玄武2，分别是玄武2A、玄武2B 和玄武2C。其中初始型号玄武2A的射程为300公里，有效载荷却达到了1000公斤，明显超过了美韩导弹指南的规定，可以看作是韩国在打擦边球。不过，此时的美国似乎却并不在意，反而将链子进一步放松。在2012年再次修订了美韩导弹指南，将射程修改为了800公里。5年后，韩国试射了射程为800公里、有效载荷为500公斤的玄武3弹道导弹，可以说是直接卡在了协议中的射程极限。同时，对于韩国自己来说，玄武3绝对是技术上的巨大进步。2020年7月28号，美韩导弹指南再次被修订，取消了韩国运载火箭使用固体燃料的限制。不久后，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就成功试射了一枚射程800公里、有效载荷2000公斤的玄武4新型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称，在增加发射高度的情况下，这枚玄武4导弹飞行了400公里，成功命中深埋于地下100米的目标。有分析指，2000公斤的有效载荷在整个世界弹道导弹型号中都是屈指可数的。如果降低有效载荷的话，那么玄武4完全可以跨入中程弹道导弹俱乐部。虽然韩国宣称玄武4是在2017年开始研发的，但是短短3年内实现如此巨大的技术提升可能性很小。因此，有专家推测，玄武4早就开始了秘密研制，只不过在后期才对外公布。当然，这也是在美国的默许之下。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5号，时任韩国国防部长郑景斗在发表国防科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贺词时称，今后将加快研发具备精密制导操纵功能的制导武器、远程及高超音速导弹、高威力弹头和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等技术，进一步提升导弹战斗力。这是韩国军方首次公开透露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计划。因为韩国它这个本身这个国家地幅狭小，它面对的周边国家，特别是朝鲜，是它的战略威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它来说，战略能力就是能够覆盖朝鲜，甚至更远一点就可以了。韩国现在它本身在这个地地导弹，特别是远程导弹方面的发展里面呢，它的这个导弹推进技术呢，还有很多的缺陷。那么它发射的这个火箭呢，有很多还是失败的比较多，所以它这个能力呢，就是自身的技术能力水平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美韩总统会面后，在共同记者会颇有玄机地提到台湾，同时美韩就终止美韩导弹指南达成了一项新协议，美国将彻底为韩国的导弹开发技术松绑。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呢？客观上，对于美韩涉台发生，我们真正要警惕的其实是所谓的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问题。我们知道，美国亚太驻军
有2大前沿集团，海空集团放在了日本本土和冲绳，而陆军集团呢，则集中在韩国。自从奥巴马时代起，美国就悄然调整驻韩美军的作战部署，特别是力争实现这个战略机动力量能用到包括台海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韩国的新东亚月刊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华盛顿试图让驻韩美军从只放在韩国不动的半岛警备队变成印太远征军，在整个亚太安全事务中扮演更积极的干预角色，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派往各个纷争地区，这才是对东半球战略稳定有重大影响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韩国肯定是不舒服的，因为这意味着驻韩美军有事时会变成干预台海的又一个急先锋，让自己沦为对中国不仁不义的地位。况且，韩军到现在都不能独立作战，应对一个朝鲜都勉为其难。如果驻韩美军拿着韩国每年孝敬的10多亿美金，却忙着半岛之外的事儿，这种花钱养别人家的狗，换谁都不可接受。这就引出了这次美韩共同声明里的另一个关键话题，那就是美韩导弹指南的失效。美国放弃对韩国弹道导弹射程和威力的限制，算是给文在寅一个交代。但我想说，中方迄今对韩方的短视之举保持了克制，像外交部发言人推心置腹地强调，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美韩关系的发展不应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利益。中方一贯主张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并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等等。话很柔和，但里面所包含的战略定力和能力，我想韩方应该体会得到，那就是亚太的主流是和平发展，如果逆流而行，只能撞个头破血流。美国松绑韩国发展超过800公里弹道导弹，势必增加地区安全风险。您对此怎么看呢？早在去年7月，美韩就在指南里达成了谅解，取消了韩国火箭燃料比冲值不得超过每秒100万磅的限制，立马给韩国航天界打了强心剂。今年他们还打算把1.5吨重的卫星送到70万米高度的轨道，这还不算韩国明年要用自己的火箭发射月球轨道船。可以说，取下指南紧箍咒势在必行，但韩国人放开手脚，绝非为了航天，而是在军事上与朝鲜别苗头，并在亚太成为一霸。韩国的学者张永根曾经透露，航天火箭和弹道导弹技术基本相通，火箭燃料大多能搬到导弹上。像2017年，美韩总统刚就放松韩国导弹限制后，韩国就迅速推出了射程500公里、弹头2吨，以及射程800公里、弹头才1吨的导弹技术。现在呢，韩军方已经等着指南正式失效以后，就马上弄出弹头超过2吨、射程超800公里的导弹。而且，按照韩国媒体的披露，美国官员早就私下对韩国发展3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持开放态度。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一架从希腊首都雅典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客机，周日迫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随后机上一名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被逮捕带走。此事在国际社会引发持续震动。西方舆论一面倒谴责这是国家资助的劫持，白俄罗斯则回击一些国家和组织毫无根据的各种指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并表示已准备邀请国际专家参与瑞安航空公司航班迫降事件调查。根据白俄罗斯官方的说法，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周日因炸弹威胁紧急降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国际机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下达命令，允许该飞机降落，并命令白俄罗斯军方一架米格29战斗机紧急升空，对客机实施伴飞。
白俄罗斯交通与运输部航空司负责人周一在发布会上向记者透露了此前一天明斯克机场收到瑞安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受炸弹威胁邮件的详细内容。邮件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战士的口吻写道：“这架飞机有炸弹，如果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炸弹将爆炸。”但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哈马斯发言人法兹巴尔胡姆之后否认该组织与白俄罗斯政府所声称的炸弹威胁有任何关联。白俄罗斯交通运输部航空局周一宣布，已经在国内成立了一个调查瑞安航空公司飞机降落明斯克机场情况委员会，有关情况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布。白俄罗斯外长马克伊宣布，准备邀请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协等组织的国际专家参与调查，并已准备好提供与该事件有关的任何信息。白外交部发言人格拉兹同日表示，需要从安全的角度看待瑞安航空航班紧急降落事件。他称，明斯克的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格拉兹还表示，瑞安航空航班事件正在被政治化。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已经上升为一个新一轮的一个舆论战了，是这个白俄反对派和美欧、西方和这个白俄罗斯政府方面的一个。变成一个这样的舆论战，因为现在西方国家、西方的这个媒体呢，是全面的占据了这个事件的主动和话语权。当然这个有没有效另说，他该回应还是要回应的。关于迫降，西方媒体与白俄罗斯官方的描述不尽相同。《纽约时报》的说法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派出一架战机拦截了一架在该国领空飞行的欧洲客机，并下令该飞机降落在明斯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更指控说，有关炸弹的安全情报是否为白俄罗斯当局捏造，现在已成为事件的核心。瑞安航空公司 CEO 称，迫降明斯克的航班上有白俄罗斯特工，这是国家资助的劫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透过发言人对瑞安航空的一架客机在白俄罗斯上空被迫降及随后机上白俄罗斯反对派普罗塔谢维奇被拘留一事表达深深的关切。发言人称，秘书长支持对这一令人不安事件进行全面、透明和独立调查的相关呼吁，并敦促所有相关行为人员及机构配合这一调查。欧盟方面周一就事件召见白俄罗斯驻欧盟大使米赫涅维奇，称白俄罗斯当局的行为不可接受。欧盟当晚宣布，将采取必要措施，禁止来自白俄罗斯的航班进入其领空，并将禁止白俄罗斯的航班使用欧盟境内的机场。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北欧航空公司也宣布，旗下航班不会飞越白俄罗斯领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责白俄罗斯劫持客机是不可接受的，指欧盟会制裁涉事人员。This is an attack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is is an attack on European sovereignty. And this outrageous behavior needs a strong answer. 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白宫网站发表声明表示，白俄罗斯的做法是对国际准则的直接侮辱，将与各方共同呼吁对此事进行国际调查，以查明全部事实。同时，欢迎欧盟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拜登表示，美国将与欧盟、其他盟国以及国际组织密切协调，制定适当的方案，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This was a shocking act, diverting a flight between two EU member states for the apparent purpose of arresting a journalist. It constitutes a brazen affron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by the regime. We demand an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transparent, and credible investigation of this incident. 周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目前该事件事实上不清楚，在了解事实和真相之前，各方应保持克制，避免事态升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拒绝评论该事件。他说，应当对瑞安航空公司客机降落明斯克的情况做出合理评估，而不应当抢着谴责或者支持哪一方。俄外长拉夫罗夫也称，不赞成仓促表态，而是根据现有所有资料评估这一局势，特别是考虑白俄罗斯外交部官员做出的详细声明。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则在脸书上表示，西方国家关于这起事件的说法令人惊讶。自当年应美国要求让玻利维亚时任总统的专机被迫降落奥地利之后，就不应该对有类似行为者感到震惊了。网络记录了所有实施暴力绑架、强迫降落和非法逮捕的事件。扎哈罗娃所指的是2013年7月，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对从莫斯科回国的莫拉莱斯的专机关闭空域，飞机迫降维也纳。欧洲国家称，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或藏身机上。莫拉莱斯的总统专机被搜查，但斯诺登并未被找到，飞机被允许继续飞行。此事引起拉美国家的集体愤怒。
事后，几个欧洲国家外交部门向莫拉莱斯道歉。但当今日俄罗斯记者在周一的白宫记者会上问及此事，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拒绝将白俄罗斯下令客机转飞事件与2013年莫拉莱斯专机迫降事件做对比，仅避开问题，简单回答了一句：“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伙伴进行合作，其他无可奉告。”俄媒还挖出更多先例。2004年，美国强迫俄罗斯前第一副财长瓦维洛夫的私人飞机降落在棕榈滩机场，并对瓦维洛夫进行了数小时的审讯。2012年，土耳其出动战机，使直飞莫斯科大马士革航线的一架飞机迫降，土方对飞机进行了搜查，并扣押了机上货物。2016年，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被乌克兰政府迫降，目的是抓捕乘坐该航班的乌克兰的反暴力活动者马尔季罗相。几个小时后，乌克兰安全局释放了这名乘客。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向白俄罗斯总统道歉。俄外交部的评论指，上述所有行动均系有意为之，并且违反了国际法。西方国家对这些事件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没有一个肇事者因此受到惩罚。俄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周一也对记者表示，欧洲议会议员对瑞安航空公司航班紧急降落事件所表现出的反应，暴露了西方的双重标准。西方干过不止一次了。但是为什么没有激起什么反应呢？这个很明显，因为媒体不报道这个事情嘛。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最近的白俄这个事情，显然也是西方那个有意的在放大，有意的在炒作这个事情。而作为事件中的焦点人物，被白俄罗斯方面逮捕的反对派人士普罗塔谢维奇，则通过一段视频透露自己身体健康，将配合调查，并承认自己曾组织大型抗议活动。Добрый день, меня зовут Роман Протасевич. Вчера я был задержан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МВД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аэропорту Минск. Сейчас я нахожусь в СИЗО номер 1 города Минска. Могу заявить, что никаких проблем со здоровьем, в том числе с сердцем или с какими-либо другими органами, у меня нет.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стороны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ко мне максимально. 过去几年来，普罗塔谢维奇在立陶宛流亡。据俄塔社周一报道，普罗塔谢维奇是白俄罗斯著名的反政府网站创始人之一。去年11月，他被白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列入恐怖分子名单，并被列入国际通缉名单。检方对他提起了刑事诉讼，指控罪名包括煽动仇恨和组织大规模骚乱等。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长达15年的监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助理研究员康杰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虽然外界普遍认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铁杆盟友，在经济和安全方面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但实际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年来一直在推进与欧洲和俄罗斯的等距外交，并取得不错的成效。但去年的大选后，白俄罗斯内部的反对派在西方的支持下企图发动颜色革命，尽管未能成功，但却让白俄罗斯和西方，尤其是欧洲方面的关系一落千丈。而此次客机迫降事件也可被视为去年颜色革命引发的白俄罗斯与西方博弈的延伸。这个普塔谢维奇呢，实际上他也是这个整个的，他是整个去年这场颜色革命的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控制的这个人，实际上就可以获取去年这场颜色革命的背后的整个的这些真相。就是西方，特别是波兰、立陶宛是怎么样支持这些反对派去把白俄罗斯搞乱的？就背后的利益链条和资金链条是什么？等等等等。康杰认为，欧盟威胁将发动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及其家人和伙伴的新一轮制裁，但这不会让白俄罗斯方面服软，只会使得双方的博弈长期化。对于欧洲来说呢，他在去年那样一个把这个事情炒得那样大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完完整整的把卢卡申科赶下台。他现在他就是即使利用更多的制裁手段，他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这样一种目标。所以说，双方之间的这样一种长期的僵持的这个状态，关系上的长期僵持还会继续下去。